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退休多年后才发现，存钱和不存钱的人过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余生。随着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很多人的生活观念也改变了，一个个变得过于安逸和及时行乐。在年轻人体中就诞生了很多的月光族，他们每个月工资领到手，除去各种的固定消费后，剩余的都会各种买，吃，很少人会给自己存一笔钱，用来抵御未来的风险。年轻人是这样，中老年人也差不多，觉得自己的人生过半，子女也长大，自己没有了负担，未来退休了也有一笔退休金，可以让自己衣食无忧，就算老了病了，钱不够用，还有子女依靠，所以用不着存什么钱。如今还能自理，就要好好的去享受花钱的快感，而不是继续过着挣一分留半分的日子。虽然说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是一种很美好的活法，但是这只适合那些还未成家的年轻人才能去体验的。至于我们这些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可就不太行了。人一旦退休后，就将失去挣钱的能力，什么都得靠退休金或者是靠子女。但是我们的退休金只能够保证我们基本的生活不被饿死冻死，但要想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和底气，这就不行了。一位68岁的退休老人谭大爷就对此深有感悟，退休后才发现，存钱和不存钱的人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余生。来自谭大爷的分享。大家好，我是谭大爷，今年68岁，退休13年了。我们家算是一个很滋润的家庭，我是事业单位的，妻子则是民营企业的人事经理。退休前，我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有14000元，早早的买了房，并且也在很多年前就供完了贷款。儿子结婚时给他首付了房子，和买了一辆车后，我和妻子就如释重负，觉得这人生该花的钱已经花了，该负责的责任也完成了，如今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享受生活了。而每个月挣这么多，又没啥负担，也不想全部的存起来，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挥金如土的生活。我们经常下馆子，尤其是工作忙的时候，几乎餐餐都是在外面解决的。每到周末，我们也经常去旅行，要么跟团，要么就两夫妻一起自驾游。那时候我们两夫妻可逍遥自在了，吃得好，玩得乐，很多人都羡慕我们越活越自在。不过也有人会劝告我们不能如此挥霍，就如我的一位同事老夏，他们夫妻俩都是很喜欢存钱的，每个月发了工资会强制自己存起一笔钱，并且经常为了存这笔钱而不去旅行，不办各种的宴席，甚至买衣服都会买特价和便宜货。所以老夏总是会用自己的想法在闲聊中半开玩笑的劝我们要克制挥霍的双手，要存点钱来养老。而每次我们都觉得老夏他们的生活就是错误的，挣钱不就是拿来花吗？拿来享受的吗？干嘛要这么苛刻自己？其实我和妻子心里也是知道击鼓防饥的道理，可是看着儿子长大了，不用我们负担了，两口子的未来退休了，还有那么多的退休金，就觉得现在存钱养老太早。而且过去为了供房子养孩子，已经抠抠搜搜好多年了，如今好不容易卸下重担，为何就不能好好的享受生活呢？甚至也觉得我们等退休后再慢慢的来存钱也是不迟的。就这样一种自我洗脑的思想，把我们两夫妻的生活方式给改变了。每个月发下来的1万多工资，会拿出1500元给岳母生活，
拿3000元给儿子请保姆带孩子，剩下的钱就我们两夫妻花销。给儿子买完房后，手头里还剩10来万。我们想自驾游，就一口气卖了旧车，再加上全部的存款买了辆越野车，还搞了一堆露营野炊装备来满足自驾游的需求。然后我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几乎每个月的退休金都用得极致，家里很多的生活用品、家电、家具都换了又换。8年的时间，我们家的电视机换了3次，我们两夫妻的手机也是1年一换，淘汰的都是很大方的给老人或者是给亲戚的朋友孩子。有时候花起钱来，儿子儿媳都会发牢骚，说我们比年轻人还任性。没错，尤其是妻子爱上网购后，我们的花销也除了旅行，剩下的大部分钱都是用来网购这一大块。退休后我们的收入减半，才让我们夫妻俩渐渐地意识到任意挥霍的严重性。为了过早地享受退休生活，我和妻子选择在55岁退休。可是退休后却发现，退休金并没有如我们预计的那么多。我4000元退休金，妻子3100元，直接的把我们的收入砍半。但是一直习惯了花钱，我们刚退休的时候，也就真的容易把这笔钱花光用光了。有时候一任性，可能没有到月底，退休金就被我们花完了。经历了几次不到月底没钱，花仅剩的老本钱时，我和妻子才发觉，不能这么任性下去，要好好的存点钱了。因为儿子成家后，就没再给过我们什么钱，想让他一点钱也难。毕竟他也有小家庭，儿媳妇也是很会花钱的，所以我们现在不收手不存钱，真需要花大钱的时候拿不出来，这就悲催了。都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而我们是年轻时不存钱，老了没钱怪可怜。说是要克制挥霍，努力存钱，可收入减半后，哪里能省下什么钱？每个月咬咬牙存下3000元，都让我们老两口失去了很多的欢乐，没法旅游，也没法说买了。可是就算我们醒悟了，努力存钱了，可是危机却没有等到我们存好钱，就悄然来了。在我63岁那年，妻子不幸查出癌症，花光了我们好不容易存下来的10万老本，还让儿子欠下了10来万的外债，才把妻子治好。从那时候开始，儿子儿媳就对我们怨声很大，说我们过去太挥霍，不知道存钱。如果早知道的存钱，也不至于给他们如此受罪。去年我的不幸来了，突发脑梗，头脑还清醒，身体却半瘫了，生活很不便，除了右手能使劲地端茶10块纸，其他处处需要人伺候。而我160斤的人，妻子也应付不来，于是就花了4000多请了一个保姆回来。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就更糟糕了。到手7000多元的退休金要掰成3半来花，4000元来请保姆，2000多来伙食，1000多日常零花和交水电费，买药看病那些花费还得依赖儿子打钱，这负担又让儿子十分的反感。每次跟他要钱，那种低声下气的要，还得被儿子指责，真的让人觉得很卑微。而当初劝我们要存钱的同事老夏，虽然他的老伴前几年因病走了，而且花了很多钱，他自己也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他的生活却比我们两夫妻过得要自在得多，因为他们两夫妻早早的存了很多钱。据我所知，他为老伴看病3年，总共治疗花了30来万，最后老伴走了，却还给他留下了40多万的存款。如今老夏的退休金没我们夫妻俩多，也就3000多一个月，但是人家生活却比我们好100倍，每个月不怕没钱用，就算他把退休金用光了，他都还有一笔存款保障。平时他的生活也像极我们夫妻从前的日子，每天吃喝玩乐，过得很是潇洒自在。
而且他因为不用向儿女伸手要钱，他的儿女也就对他很孝顺，经常带他到处旅行，还给他买很多的东西。过年过节都会一大家子齐聚一堂，不像我的儿子，对我们就像朵瘟神一样，我们不主动联系，他就不会主动联系我们。自打儿子结婚以来，我们也没有收到过他什么钱，只是这几年我们老两口病了，钱不够用，无奈的跟他要钱，他才有点钱给我们。而且要他的钱也不容易，每次要钱都是要被他无情的责骂一番。过年过节了，儿子一家也经常不回来，好多次过年都是跑到亲家那边去了。退休多年来，经历了这么一波波的遭遇后，我才慢慢的发现，存钱和不存钱的人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余生。如果当初我们像老夏夫妻那样克制双手努力存钱，那么现在我们夫妻俩的生活应该也不至于这么惨吧。虽然说晚年的疾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晚年自在的生活却是我们可以通过存钱来满足的。可是我们当初却没有这样做，如今过得如此的悲催，只能后悔莫及，和祈祷未来疾病能够少一点，这样我们也能够勉强的度日，活得稍微的舒心一点。所以人到中年后，不管你的收入有多少，都要养成存钱的习惯。这存钱和不存钱的人生真的是不一样的。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